此时此刻，哥德堡机场货运区外的停车场内，人道组织的负责人正坐在一辆卡车的副驾驶上焦急等待。这一次，一共有3辆卡车的物资要运往尼日利亚。按照原定的时间，肖奇卫此时应该已经驾驶专用的运输车将人送到，然后由他们一起带着进入机场，然后催促海关快速放行，将目标人物送上飞机。为了确保这次能够顺利将人送过海关，人道组织的负责人还专门把他们的王牌，那个曾经享誉世界的环保女孩叫了过来，准备把她带在身边，来确保这次任务能够顺利完成。可是，一直到现在，他们都还没有得到任何关于肖奇卫的信息。又等了半个小时，依旧没有任何音讯，而上面也只是让他们继续等待。负责人无奈，也只能坐在卡车上，一点点看着时间流逝。这时，后面卡车的司机跳下车，敲了敲副驾驶的车门，恭敬地问道：“男爵大人，在下能上来说话吗？”那负责人推开车门，随后自己坐到了卡车后面的单人床铺上。下面的司机赶紧爬上了副驾驶位，恭敬地对负责人说道：“男爵大人，洛丽塔说她不想继续等下去了。”什么意思？负责人皱眉问道：“什么叫他不想等下去了？”那司机无奈地说道：“他让我转达您，他下午跟他的同学约好了要去做头发和发，如果20分钟还不能结束，他就要先走了。”妈的！负责人顿时暴怒，骂道：“他一个黄毛丫头敢这么跟我说话，是不是成了环保明星之后就不知道自己姓谁名谁了？”司机尴尬道：“男爵大人，他的行事风格您是了解的，典型的想起什么就是什么，况且他也不知道我们这个人道组织的实际情况，还以为自己是这个组织的精神领袖。”负责人咬牙道：“你去转告他，无论如何要在这里等够3个小时，告诉他这次给尼日利亚捐赠物资，我请来了不少媒体，刚好可以给他做个详细的报道。”司机哭笑不得地说道：“男爵大人，这个我已经跟他说过了，可他根本就不放在眼里。他说以前他唯一瞧得上的欧洲媒体是 BBC， 但自打英国脱欧之后，整个欧洲已经没有他能瞧得上的媒体了。他还说自己是差点得了诺贝尔奖的人，要是 BBC 过来采访，他还能勉强给点面子，其他的一概免谈。他妈的，他以为他是谁？要不是我们在背后出钱出力的捧他、包装他、运作他，他不过就是个天天旷课、狗屁不懂，连他妈期末考试都拿不到1门及格的废物中学生。现在他有点名气了，竟然跟我耍大牌，真不知道自己几斤几两吗？”司机无奈道：“男爵大人，现在的当务之急是让他留下来，不然他要是真甩手走了，我们没有任何办法啊。”负责人愤怒不已地沉思良久，这才冷声说道：“你告诉他，只要他今天好好配合，事后我会送他一只爱马仕的喜马拉雅。”好，司机点点头，赶忙转身下车，回到了自己的车上。副驾驶上，一个表情有几分狰狞的女孩正抱着手机玩着一款大逃杀模式的游戏，此时的她正在游戏中杀得起劲。见司机上来，他眼皮抬了抬，便重新盯着手机，嘴里闻道：“说好了吗？再过15分钟我就要走了。”司机赶紧说道：“会长说了，今天的活动非常重要，而且很有意义。”女孩直接打断了他，冷声道：“我热衷的是环保事业，不是慈善事业。这种活动本身就不是我喜欢的类型。你们要是让我去抗议亚洲人用筷子，抗议欧洲人坐飞机，抗议美国人开汽车，我还能多些耐心。”说到这里，女孩一脸倨傲地说道：“更何况帮助尼日利亚这种事情，除了尼日利亚人之外，还有谁会关注？有这个时间，我还不如去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搞搞抗议活动。我爸爸说，全世界的媒体都会关注联合国以及发达国家的新闻，像尼日利亚这种第三世界国家的新闻，永远上不了西方世界的头条。”司机听得瞠目结舌，
同时心里也是恼怒无比。不过事关重大，他也只能耐着性子说道：“会长说了，只要你好好配合，他会送你一只爱马仕的喜马拉雅。”女孩立刻将眼睛从手机屏幕上移开，盯着司机，惊喜不已地问道：“真的吗？爱马仕的喜马拉雅鳄鱼皮？你不是在骗我吧？”司机保证道：“当然不是骗你，会长说话一向算话。”女孩立刻换了一副态度，笑呵呵地说道：“那你转告他，只要他说到做到，就算等到夜里我也愿意。”就在所有人焦急等待萧其卫下落的时候，一架飞机从北欧首都奥苏城机场起飞，前往叙利亚。万破军已经带着自己的手下以及那7名投靠自己的骁骑卫返回万隆店位于叙利亚的基地。很快，时间又过了半个小时，骁骑卫依旧没有任何音讯。眼看已经超出预定时间70分钟，负责人拿起卫星电话给自己的上线打了过去，而他的上线与飞行员的上线都是同一个人。那人接通电话，语气冷淡地问道：“有什么事？”负责人急忙说道：“子爵大人，我这边时间紧迫，恐怕等不了太久了。飞行员有3小时的时间窗口，但我的时间窗口只有1个半小时。按照机场流程最快的速度计算，我必须要留下最少1个半小时的时间来走完安检以及装货的流程，否则就会影响飞机起飞的时间了。”被称为子爵大人的男子也是心急如焚，脱口道：“5个小时前，骁骑卫没出现在对接地点的时候，上面就已经派接头人赶去伯根查探了，应该很快会有消息。在没有最新命令下达之前，所有人原地待命。”与此同时，一辆从瑞典驶来的老款沃尔沃越野车经过几个小时的跋涉，停在了林婉儿之前居住的那套乡村别墅门前。驾驶室车窗被放了下来，一名男子坐在驾驶室里，仔细观察着这套别墅。现在虽然已经是下午，但这套别墅里面却没有任何动静，周围的农场也没看出有人劳作的迹象。他掏出卫星电话，对着电话一五一十地说道：“子爵大人，这里没有看到任何人，门外还停着几辆车，好像有仓促打扫过的痕迹，需不需要我进去看看？”电话那头，那位子爵的声音传来，带上摄像头，应主要看到实时画面。好，那人立刻从扶手箱里取出一个便携式摄像头，将摄像头别在自己衬衣左侧的口袋外侧。开机之后，恭敬地问道：“子爵大人，您那边能看到实时画面了吗？”对方冷冰冰地说：“看到了，你现在就立刻进去看一看。”本期视频结束，欢迎订阅我的频道，这样就不会错过精彩内容。